嗨，大家好，我是高志倩高老师，欢迎来到我的国际象棋课堂。这一节我们要来学习王居易位，宝贝回家。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期留的几个小题目，要求是白方先走，用一步棋来将杀黑方。答案是车 A8，将杀，黑方的王没有地方可以跑了。第二个题目，用象来将杀黑方的王，白方走象D4，黑方的王被将杀了。第三题，白方用后和兵的配合来将杀黑王，白方走后 G7，黑方的王不能吃这个后，因为有白方的兵在后面做支持，白方赢棋了。最后一道题，白方用马来将杀黑方的王，马 G3，黑方的兵当然不能倒着走啊，黑方的兵是往前面这个方向的，黑方的王没有地方跑了，白方赢棋了。我们已经知道，王是一盘棋中最重要的棋子，如果他被对方抓住，没有地方跑了，这一盘棋也就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在一盘棋刚刚开始的时候，王就像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宝宝，非常弱小，非常喜欢睡大觉，并且需要特别的保护，所以它有一种特殊的走法，就叫做王居易位，英文是 castling， 它是一步棋，但是呢，却是需要移动两个棋子。从字面上来看，易就是交换的意思，位就是位置，那王居易位就是王跟居交换位置咯。我们来看一个局面，这就是白方王居易位之前，居和王在原始的位置上，它们中间没有其他的子力，你可以把王向车的方向走两格，走到 G1。我们学过王的走法啊，曾经说过它只能一格一格的走。那我们说过王车易位呢是个特殊的走法，所以也就不奇怪了。而同时呢，这个车就要跳到王的另外一边 F。注意看呢，因为我用的是电脑啊，所以接下来在走这步棋的时候会很快，你们可要看准了啊。王走到 G1， 车自然就走到了 F1。王车易位了之后呢，这个王宝宝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啊，还有前面几个像毛毯一样的温暖的兵来保护着这个王宝宝。王车易位这种走法呢，差不多啊，每一盘棋都会有。王车易位呢，它分为短易位和长易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短易位，我们再来看看长易位。长易位呢，就是王与另外一侧的车来交换位置。比如说现在啊，我们往左边，因为中间呢隔了3个格，所以叫长易位。但不管怎样啊，就是王都是只移动2格，它看从黑格出来，一会儿要走到黑格，车呢放在王的身边就可以了。注意看啊，别眨眼睛啊，因为我用的电脑啊，它走起来会很快。王走到 C1， 车一会儿自动就站到了第1的位置，这个就是长易位。王车易位呢，还有3个特殊的地方啊。首先，这一步棋呢，我们动了2个棋子。第二呢，王一次走了2格。第三，车竟然能跳，有意思吧？好，我们再来看看黑方的短易位，别眨眼睛哦。黑方的王也是从白格出来，走到白格，车会走到 F8， 这样就是短易位。我们再来看看黑方的长易位，这面3个格，
王还是走进跟它相同颜色的格里，车要摆在旁边，看看是不是？车就跑到这里来了。看上去呢，王居一位是不是很简单？实际上并不是的王居一位呢还有很多的限制。接下来我们要讲4种情况是不可以王居一位的。比如我们现在呢往B1这个地方加一个马，我们来看王跟居这个中间就不是空的了。那如果你想移位，那就不行了你看我现在要想走，那这个计算机它是不让我走的。我们的第一条，王跟居中间一定要是空的。第2条，被将的时候和移位之后被将都不能移位。看现在轮到白方走棋，白方走了后E3，黑方的王正好被将，现在黑方不能够长移位，也不能够短移位。那如果刚才白方走了一步移位，那现在黑方是否能够短移位呢？也不行，因为当你短移位之后，你的王一定是走到 G8， 在 G8 的时候，我们注意看白方有一个象正好控制着 G8 格，那你走到了 G8 移完位之后，正好被我的象吃，所以就是我们规则说了，不可以主动送王，那你就当然不能移位咯。这个很好理解我们再来看第3条，移位的过程中，如果有格被控制了，就不能移位。比如白方现在走后 G5， 虽然没有将，但是这个后远远的控制了第8格。黑方要想长移位，王要走到 C8， 可是呢要经过第8这个格，白方的后现在把它控制住了，所以没能走到 C8 的时候，刚走到第8已经要被白方的后吃掉了，所以现在黑方不能够长移位。我们再来看第4条，要移位的王或者是车，如果走动过了，那就不能移位了。比如说我们刚才白方走了一步后E3，正在将，那黑方比如说他走了一个王走到这里，然后呢白方又走了将，然后你再回来，比如说我白方我就把这个兵给吃掉了那黑方说我现在想进行一个长移位，那已经不行了，因为刚才的王动过了，长移位就进行不了了。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现在呢轮到白方走棋，白方一看，你的后正好在吃我的兵，我用车把它保住吧。结果呢他就走了车 G1， 黑方又继续走后 H6， 白方又走了车 H1， 黑方接着走马 D5， 这时候呢白方突然间想短移位，这时候不行了，因为你的这个 H1 这个车已经动过了，但是我们这个 A1 的车和王没有动过，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长移位。你要想移位的那个车和王一定是都不能动过的。好了，那现在就这个局面呢，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小朋友容易误解的地方。现在呢，黑方的这个王跟2个车都没有走动过，他现在可以长移位吗？白方的后可是正看着 B8 格呢。答案是黑方可以移位，因为在王经过的这个格刚才呢没有被白方的子力控制着，它是可以移位的。那跟车跟王中间的 B8 的这个格没有关系，所以只要是王在移位的过程当中，它的格没有被控制住，那就是可以的。那移位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只能用一只手来走棋，而且一定要先摸王再走车这是规则，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你要是在移位的过程当中先走了车后走了王，那你的对手不提出疑义也就罢了，
那一旦提出呢，那你就只能够走车，却不能够王车一位了。那你看看我的用这个电脑走棋啊，我如果先走车，会发生什么呢？你看，它不是一位，王还留在原地呢。那我要是刚才先走了王，哎，自动就是一位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移位的时候啊，一定要先摸王，再走车。王居一位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把这个王宝宝带到一个安全的家里，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把车走出来。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最后出一个有趣的习题来开开心。这个局面轮到白方走棋，白方的 H1的车和王都没有走动过，白方走什么能够一步将杀黑方呢？注意哦，是一步棋将杀黑方，而不是将黑方。这一节就讲到这里，下回再见。